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2008年8月8号，唐磊的妻子刘亚平在江西省妇幼保健院生下了女儿亚颖。在唐磊心目中，女儿的外貌应该继承妻子和自己的一切优点，是个小美人坯子。可当看到女儿第一眼的时候，唐磊和他父母都惊呆了。塌鼻梁、单眼皮、小眼睛、短下巴，这明明是个丑小鸭嘛，哪里看得到夫妻俩的影子？唐磊的母亲苏淑琴当着刘亚平的面嘀咕道：“亚平啊，你说亚颖怎么不像你们俩？是不是护士报错了？”“啊，妈，遗传也有变异嘛，现在不像父母亲的孩子多着呢。”刘亚平辩解道。唐磊听后也认可妻子的说法，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可刚出了医院，苏淑琴就让唐磊回医院去仔细调查调查，别真是抱错孩子了。当唐磊调查完回来，告诉父母和妻子孩子没有抱错时，刘亚平吃惊地说：“你们还真去调查呀？”唐磊无奈地说：“哎呀，不查不行啊，女儿确实长得不像我们俩。”既然确认孩子没有抱错，唐家人便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亚颖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。可亚颖1岁的时候一点也没变。苏淑琴坐不住了，责怪儿子唐磊：“当初你非要找什么美女你守得住吗？现在倒好，生个女儿不像你们，咱小区里人都怀疑亚颖不是你亲生的呢。”唐磊一听很不服气地说：“找美女怎么了？我就是要娶个漂亮媳妇儿。”想当初他为了追求刘亚平，可是费了不少力气。时间回到2004年8月的一天，某婚介所的大厅内，面对端坐在自己面前的大美女，身为江西某电瓶公司总经理儿子的唐磊，说话竟然有点结巴。但对面的美女却一脸的不屑：“漂亮的容貌对你们男人真那么重要吗？”唐磊点点头，很严肃地告诉对方：“美貌有时就是一张通行证。”他经常出席中外一些大型的工作会议或交际场所，如果妻子相貌太差，会没有面子；如果遇到竞争对手，有时妻子还要直接参与公关，会使被动的生意逆转。这个美女就是刘亚平，唐磊一见面就被她打动了。随后唐磊和刘亚平聊了一些互相关心的话题，刘亚平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对你很满意，我想我们俩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就结婚，不知你家有什么看法？”唐磊连声说：“啊，我父母亲早就盼着抱孙子了。”第二天一大早，唐磊就给刘亚平打电话：“我们中午吃顿饭好不好？”谁知刘亚平竟然委婉地回复道：“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只是相貌普通了一点，我考虑了1个晚上，还是觉得你不适合我。”“什么？你昨天不是说想快点结婚吗？”刘亚平并不多解释，只是说他还要跟其他的应征者见面，就将电话挂了。唐磊并不甘心，找到刘亚平的公司说：“今天你必须说清楚，我哪点配不上你？”唐磊有些咄咄逼人。刘亚平气愤地说：“你太自信了吧，以为你是富二代，我就一定得嫁给你。告诉你，我不信钱。”唐磊一把将他拉住了：“我要的就是你这种不信钱的女孩，我认定你了。”谁知刘亚平冷笑一声，甩开他的手。可唐磊并不甘心，被刘亚平拒绝后，唐磊仍接送他上下班，请他吃饭，甚至还会出其不意地给刘亚平制造些小浪漫。
不断的相处中，刘亚平发现唐磊其实挺实在，而且也很有责任心。更重要的是，从没有一个男人对刘亚平如此温柔体贴过。第一次享受到了被异性宠爱的感觉，刘亚平不知不觉恋上了唐磊的温暖。一天，刘亚平问唐磊：“你爱我什么？”唐磊想了想说：“漂亮，能吃苦，有骨气，不世俗。爱你的东西太多了。”刘亚平娇嗔地问：“那假如我漂亮的脸蛋是整过的，你还爱我吗？”唐磊仔细端详着自己的恋人，突然乐了：“你别逗我了，就算你是人造美女，我也要爱你天长地久。”听到唐磊的话，刘亚平幸福地依偎在他的怀里。在唐磊的狂热追求下，2007年5月1日，刘亚平嫁给了他。婚后的日子，两个人相亲相爱。亚颖的出生也是他们一直期待着，可谁能想到，孩子一张陌生的面孔，竟会引出一场巨大的风波。自从苏淑琴认定孙女儿是儿媳跟别的男人所生之后，天天在儿子面前吹风。时间一长，唐磊再也经不住母亲的唠叨了，他向刘亚平建议：“妈妈说小区里有人怀疑亚颖不是我生的，我们干脆去做亲子鉴定吧，也好堵住小区人的嘴。”刘亚平并不回避，立刻答应下来。2008年12月的一天，刘亚平陪着唐磊父女到江西省血液中心亲子鉴定中心做亲子鉴定。结果显示，经过色谱比对和基因形成判断，亚颖确实与夫妻俩有亲生关系。可苏淑琴得知结果后，竟然怀疑鉴定有差错。我看还是去市公安局 DNA 鉴定中心吧，那里我有朋友，也是最权威的。唐磊也附和着说：“去就去吧。”可刘亚平知道，就算再去鉴定，也未必能消除唐磊母子俩的疑惑。于是他央求道：“鉴定要抽好多血的，亚颖还这么小，不要再折腾了。”唐磊父亲也插话说：“你们看嘛，唐磊比我高一个头，也不见得怎么像我嘛。”苏淑琴看丈夫胳膊肘向外拐，就与他争吵起来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刘亚平坐不住了，他将唐磊拉到卧室里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实话告诉你，女儿确实是我们的孩子。整容前我就是塌鼻子、小眼睛、短下巴，我现在这么漂亮是整过容的。”说着，刘亚平拿出医院的整容档案和之前自己的照片让唐磊看。唐磊吃惊不已：“原来你是个人造美女啊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看着唐磊的表情，刘亚平突然有些难过：“我不是提醒过你吗？可你当时说的多动听啊，就算你是人造美女，我也要爱你天长地久。”是的，唐磊想起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，他低下头，认真地看起刘亚平之前的照片来。突然，他仿佛意识到什么一样，惊呼起来：“天哪，你不就是刘大姐曾给我介绍过的刘小妹吗？你竟然去整容了！刘亚平怎么又成了刘小妹了呢？”原来刘亚平原名叫刘小妹，因为相貌不佳，从小就不受父母喜欢，朋友也很少。2002年11月，大学毕业的刘亚平应聘到南昌一家公司当了一名推销员。凭着自己的伶牙俐齿和不服输的个性，1年下来，他有了4-5万元的存款。然而，每当奔波了一天回到出租屋时，刘亚平就特别渴望有个坚实的肩膀来依靠。2004年5月初，同事刘大姐给他介绍了一个小伙，那个人就是唐磊。见面后，两人相谈甚欢。可晚上，刘大姐给刘亚平打来电话说：“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你的其他方面他都非常满意，就是……”
刘亚平知趣地说：“他嫌我长得不漂亮是吧？”刘大姐鼓励他不要灰心，过些日子再给他介绍一个更好的。之后同事又给刘亚平介绍过几个男友，可条件好的人家看不上他，条件差的他又看不上人家。到了2006年，眼看26岁的刘亚平就要成为剩女，父母也开始替她的婚事着急，每次打电话都不忘催问她男友的事儿。4月底的一天晚上，刘亚平被报纸上的一则广告吸引了，一家整形医院正推出美人计划，倾情打造美女帅哥，前10位报名者可以享受 50% 的手术费优惠。看到这个广告，刘亚平突然有些心动。第二天，他就来到美容中心，交了5000元定金报了名。中心的汪教授看了他的相貌后，替他量身打造了一套整容计划。第一步，将他脸部整容；第二步，做隆鼻术；第三步，割双眼皮；第四步，下巴整形。就这样，历时3个月，医生为刘亚平做了4次整形手术。8月底，刘亚平终于盼来了拆线的日子。当他从医生手里接过镜子时，看到镜子里是一张标准的范冰冰式的美女脸，大眼睛双眼皮儿，鼻梁高挺，下巴有型而漂亮。回到南昌后，刘亚平很快被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聘为文员。不久，刘亚平来到一家婚姻介绍所征婚。3天后，当他拿到婚介所推荐的人选时，不由得笑出了声。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他的眼帘，唐磊。他怎么也来征婚了？那一刻，刘亚平突然产生了要捉弄唐磊的想法，于是就有了他与唐磊相亲并拒绝戏弄他的一幕。从刘亚平口中得知真相的唐磊又气又悔，气的是自己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，悔的是当初一心想娶个美女，结果还是把个丑女娶进了家门。夫妻俩的对话被房门外的苏淑琴听得真真切切，他闯进来，指着刘亚平大声骂道：“好啊，你为了贪图我们的家产，竟然整容来骗婚！快报案，让公安局把他抓起来！”刘亚平哪受得了婆婆这般侮辱，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哭：“就算我是骗婚，我离婚好了，净身出户一个人养孩子，这总行吧？”刘亚平抱着女儿回了娘家，原本以为唐磊会接自己和女儿回家，可他不但没有等到唐磊，甚至连他的一个电话也没有接到。刘亚平意识到唐家人是铁了心要将他赶出门。2009年3月9号，刘亚平一气之下向当地法院提交了离婚诉状，要求法院判决他与唐磊离婚，女儿归他抚养。接到法院的传票，唐磊大吃一惊。之前因为母亲反对，他没有去接刘亚平母女回来。如今突然接到法院的传票，唐磊坐不住了，他立刻给刘亚平打电话：“我们好好谈谈吧。”却被刘亚平拒绝了。2009年6月11日，当地法院判决刘亚平与唐磊离婚，亚颖归刘亚平抚养，唐磊每月承担抚养费400元。离婚后，刘亚平将女儿交给父母亲照顾，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当售楼小姐。由于她容貌漂亮，有丰富的售楼经验，业绩很快上升到公司的第1名，并且身边也不乏成功男士的追求。2010年4月，刘亚平通过网络认识了南昌某大学副教授张家明，两人很快同居了。2010年国庆期间，唐磊陪母亲到修水县看望女儿。路上，唐磊向苏淑琴流露出想与刘亚平复婚的想法。此时苏淑琴也意识到当初对待刘亚平整容一事是自己太过冲动，就同意了儿子复婚的想法。苏淑琴语重心长地叮嘱儿子。当下见到亚平的父母，
你认个错，好好向他们求求情。你条件这么好，相信他们会答应的。母子俩来到刘家，唐磊将亚颖抱在怀里，不停地亲吻她的小脸，眼眶随即湿润了。许久，他拉住刘亚平母亲的手说：妈，我想跟亚平复婚，给亚颖一个完整的家，你能答应吗？刘亚平母亲听后停顿了片刻，随即抹着眼泪说：孩子，不是妈不同意，亚平已经有了新的对象了。唐磊母子俩惊呆了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也太快了吧。第二天，唐磊就去房地产公司找刘亚平。亚平，我想跟你谈谈。可刘亚平却冷冷地说：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有什么好谈的？唐磊央求道：我昨天去看亚颖了，她太可怜了，为了亚颖，我们复婚吧。刘亚平冷笑道：现在你觉得孩子可怜了，当初你们不是说亚颖长得丑，不是你生的吗？唐磊不停地向刘亚平认错，并表示他其实一直爱着她，希望能给她一个机会。但刘亚平仍冷冷地说：对不起，我已经有男友了。唐磊知道，以刘亚平当时的抵触情绪，两个人根本没办法再谈下去，但他又不能忍受自己心爱的女人继续与别的男人同居。2010年12月3号，唐磊以刘亚平将女儿丢在乡下不管不问，不利于女儿成长为由，向当地法院递交诉状，请求法院判定变更女儿的抚养权。唐磊本想以女儿的抚养权要挟刘亚平复婚，但法院却以变更抚养条件不充分为由不予立案。唐磊不甘心，2011年元月11日，他带着4、5个人找到张家明。张家明知道唐磊有钱有势，收了唐磊给他的5万元分手费后，向刘亚平提出分手。得知张家明是受到唐磊的威胁才要分手，刘亚平既痛恨唐磊的无耻，更痛恨张家明的软弱寡情，只好从张家明的住处搬了出来，在南昌半边间租了一间房。2011年4月30号晚上10点多，唐磊在外面应酬完，突然产生了想与刘亚平亲热的冲动，于是他打车来到刘亚平的出租屋，看见屋里有灯光，唐磊在门外喊道：亚平，开门啊！但他一连喊了好几声，刘亚平不但没有开门，还关了灯。唐磊不由得火冒三丈，他飞起一脚将门踹开，然后拉开了灯。屋内的刘亚平显然没有料到唐磊会有此举，他坐在床上吓得六神无主。见唐磊一身的酒气，刘亚平穿着睡衣就往外跑，可唐磊不由分说将他抱住。老婆，我今晚跟你睡好不好？你滚远点儿！刘亚平用力推开唐磊，但欲火中烧的唐磊将刘亚平抱到床上，开始脱他的衣服。刘亚平怎么也不从，厮打中他将唐磊的脸抓出好几道血痕。唐磊恼羞成怒，对着刘亚平的脑袋就是一拳。你还敢反抗？刘亚平被打得眼冒金星，他抓住唐磊的手狠狠咬了一口，顿时鲜血从唐磊的手上流了下来。你竟敢咬我！唐磊被激怒了，失去理性的他双手死死掐住刘亚平的脖子，不停地喊着：我让你咬，我让你咬！直到刘亚平晕死过去，唐磊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不知所措的他慌忙逃离现场。第二天早晨8点多，房东发现刘亚平已经死亡，慌忙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。警方于当晚12点多将唐磊抓获。5月15号，唐磊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